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草泥尿汉堡，今天为大家带来搞笑的东北们飞哥小福。今天也是冲着小杰犯花痴的一天，开姐看手机里的照片，不免感叹小杰真的好可爱呀。这时飞妈说话了，她的绝世三人组今天有表演，想让女儿带弟弟们去商场逛逛。商场，开姐眼睛一亮，那就意味着可以去找小杰了。等到妈妈开始表演，开姐拿了些钱给飞哥，约定好2个小时以后再碰面，然后就去找小杰了。飞哥拿着钱询问小福，泰瑞哪去了？不用说，他正在接任务的路上呢。这次杜博士买了一堆可疑物品，4点式直升机奖，2打聚会气球，还有6000个灯泡。他现在就藏在废弃的蛋糕工厂里。此行的目的是去探查杜博士想干什么。凯姐一见到小杰就笑得合不拢嘴，然后借着聊天的由头掏出手机就咔嚓一下，还说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就拍了。此时飞哥正在测试冰淇淋要过多久会融化到自行掉落，一个胆怯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：请问你们为什么没有上学？现在是暑假，完全不用上学。飞哥还提醒他，老师不在附近，要特别小心恶霸。谁知话音刚落，恶霸就在那男孩的位置坐下，还推走他的书和他的饮料。飞哥忍不住开口说道：小布，这里有人坐，现在是我在坐，去别的地方。于是飞哥用冰淇淋指着小巴，那他怎么办？正说着，冰淇淋掉在小布的裤子上，这副囧样让周围的人们哈哈大笑。小布揪住飞哥，就打算给他点教训，一旁的小易忙开口阻止，被扯下来小巴也不认同暴力行为，不过这些都没能改变小布的主意。直到一个人的到来，拳击冠军伊凡德，他告诉2个人，如果真的要打，那就要有点时间观念，3点在商场后面开始。好了，这下双方都没有什么意见了。飞哥自己倒是觉得没什么，可把小易和小巴担心坏了。还记得上一个和小布对抗的小孩，他的头可是卡在马桶里呢。小易不希望飞哥也会别人那样，伊凡德打消他们的顾虑，因为他会亲自训练飞哥。这段时间双方都没有休息，飞哥从入门到熟练，身体也渐渐变得灵活。小布就不断重复自己之前的练习，也就是恶作剧和搞破坏。等到他们都训练的卓有成效的时候，也慢慢逼近了比赛时间。为了造势，美女家族还在商场散发宣传单，凯姐当然也接了一份，不过她当即就把它揉成团扔了。她找到2位弟弟，警告他们不许在停车场搭擂台，还表示自己现在就去告诉妈妈。不过这时她也没忘顺手偷拍小杰。找到妈妈的时候，她正要独奏，于是凯姐决定先搜集证据，比如传单。再说另一边，泰瑞已经到达了蛋糕工厂。不幸的是，杜博士早有准备，他落入了装有野莓蛋糕面活大碗里。原来今天是杜博士的生日，他还贴心给泰瑞切了一块蛋糕，管他会不会被活埋，泰瑞悠闲吃起了蛋糕。趁他动不了，杜博士讲起他悲惨过去。他的生日总是1年里最差的一天，从出生那天起就这样，父母从来没有出现过。5岁那年，他为自己准备了惊喜聚餐，所有的好朋友都在，虽然只是机器玩偶和跳蚤。不一会儿，一头牛送来了蛋糕，这可是野莓蝙蝠的最爱。不说了，杜博士展示了他这次的发明——奴才终结者，众人将会按照他的指令去做。他用泰瑞小小的试验了一把，效果很不错，于是开着他机器飞走了。不过泰瑞也料到了这样的情况，从帽子里掏出了一套哨子，蝙蝠哨，吹一下，怎么来的是金鱼？看来是放错位置了，这把应该没错。吹一下，一大群蝙蝠从窗外飞进来，然后停在大碗中大吃特吃。飞哥小波对决正式拉开帷幕，现场人满为患，还有专业的主持人介绍比赛双方。首先就是来自悲惨家庭的恶霸小布，另一位就是爱与和平的化身，整张脸都是鼻子，完美飞哥。由于不能向小朋友们传达暴力倾向，所以整个比赛采用拇指对决。此时凯姐来到了比赛场外，美女家族很抱歉告诉她，传单已经发光了。不仅如此，海报、纪念币、照片，一切周边也都卖光了。等等，照片？凯姐掏出手机，那就现在去找。正当她打算去比赛现场时，碰巧看见小杰在表演杂技，凯姐差点就忍不住拍了一张，无奈手机内存不够了，为了留证据，她只得咬牙放弃拍下这可爱的一幕。就在她走后，小杰也停下了表演。再说脱困后的泰瑞驾着蝙蝠就找到了飘在空中的杜博士，看来他们之间是免不了一战了。论身手，泰瑞还是能占据上风的。另一边的飞哥小布也正打得火热，临时抱佛脚和长期锻炼还是有很大差距的。飞哥很快就被小布压制了。正巧这时，卢塞终结者也悬在了赛场的上空，而泰瑞也正在被杜博士的攻击压制。眼见攻速越来越急，泰瑞支撑不住，掉落场外。还好抓住了机器臂，才没有掉下去。杜博士超级键盘就打他的手，不料他的举动给奴才终结者录入了错误的指令。下面观看比赛观众都被控制了。中场休息之后，飞哥小布的比赛继续。这一次，小布攻势更猛，飞哥根本没有还手之力，于是他那不能动弹的拇指只能任由小布的螺旋
全指碾压。再说凯姐，她终于拍到了飞哥的照片，无奈将它展示给妈妈的时候，却发现自己的大拇指遮住了镜头。懊恼之余，凯姐拖着飞妈就要去找两弟弟。另一边，泰瑞还吊在机器臂上。就在杜博士打算给他来点冰淇淋时，他吹响了金鱼哨子，于是冰淇淋被打落，朝着比赛现场去了。再说飞哥，他被小布全面压制，到最后直接被拉起来扔进了角落，那根大拇指也异常的红肿。小布即将展开自己的最后一击，不料一块冰淇淋落在了飞哥头上，小布大笑起来：“你全身都是冰淇淋，既然我们两个都很丢脸，那就算平手吧。”于是两个人就此握手言和。此时天空中的泰瑞逼近了杜博士，他在慌乱之中撞按了飞行杆，眼看奴才终结者就要掉下去了。泰瑞抓住了气球，杜博士抓住了飞行杆，不料他还想护住生日蛋糕，于是全交在自己身上，吸引了一大群蝙蝠。再说奴才终结者，他恰好落在擂台上，观众们都被他控制了，纷纷准备打扫现场，整个停车场又恢复了平静。泰瑞也回到了大家的身边。当飞妈出来的时候，他们正乖乖待在路边休息呢。小布很满意今天的比赛，想要和飞哥约定明天继续。飞哥拒绝了，我要不断向前。小福也在旁边补充，鲨鱼如果不前进就会淹死。小布很不高兴，难道你说我是鲨鱼？小福没有出声，只捏一下他的脖子，他就倒地了。最后小福还不忘补充了一句，谁叫他的脸总是倒着我。又是新的一天，凯姐手持剧本对镜子演练，思考梦想是否有高贵的爱。我不确定。感性公主，这是她最喜欢的舞台剧。无奈外面的吼叫声太大，让她无法享受沉浸在自己的世界。出来后，凯姐一脚踩扁了小怪兽。你们能不能小声点？超级破坏王。她表示自己正在酝酿情绪，练习表演技巧，让他们不要再拍没人看的电影了。飞哥不服气，上周有1亿多人浏览他们的网站呢。这时，飞妈带食物回来了，告诉孩子们街上有人在拍电影，在哪里？什么电影？凯姐马上来了兴趣，就是舞台剧《感性公主》的电影版。凯姐又惊又喜，认为自己一定会演得精彩至极，毕竟她整个暑假都在练这出戏。说着就朝着梦想中的地方奔去。飞哥只觉得姐姐太夸张了，还有就是泰瑞呢，显然他要去接新任务了。杜博士最近有些奇怪，怎么说呢？就是太过安静了。交给泰瑞的任务就是查明真相，然后如果可能就阻止他。凯姐来到了拍摄现场，找到制片人的时候，他正在打电话。他告诉凯姐，女主演辞职了，好机会。凯姐当场就给制片人来了一段，他感觉这小姑娘还不错，正准备再考虑一下。凯姐马上说，我可以免费演出。那还说什么？就是你了。制片人很高兴，省了这笔钱，就可以请镇上最有名的新导演了。美容美发美甲送上来的点心，还有替身、对白指导和体能训练时，凯姐觉得自己太幸福了。然而看到导演之后，这些就烟消云散，因为是飞哥与小福，他们还有专门的经纪人小一。凯姐希望制作人能认真考虑一下。考虑什么？1亿多点击率，就算穿开裆裤他都不建议。看来这件事已经板上钉钉了。凯姐换好了漂亮的公主裙，戴上了一个怪物头套。等等，她怎么不记得《感性公主》里有怪物？当然没有，因为这是飞哥的新剧本《怪物公主的诅咒》。凯姐有些生气，她可不是为这个来的。制片人告诉她，最后咒语在高潮处释放，那一场戏她一定会耀眼动人，把她捧成巨星。巨星，凯姐陷入了想象之中。随处可见的广告，按上自己的手印，拿小金人到手软。突然觉得当怪物公主也不错。再说另一边，泰瑞找到了杜博士，他此时正在悠闲的看书。对于泰瑞踹坏自家的门，他索要了巨额赔偿，钞票进袋，杜博士才开始说自己的计划。他决定弃恶从善，改为追求做奶酪。这还不是最终的完成品，要等58年之后才能行。不过杜博士显然没有那份耐心，所以他发明了年份加速终结者。终于正式拍摄了。飞哥告诉姐姐，这是一场感情戏，并且观众还会朝他扔东西。没错，道具师就是小福，他将手边能扔的全都砸了出去。最后凯姐被淹没在了一堆废墟中。这个镜头确实不错，可惜摄像机没有揭盖。接着凯姐就被带上了水果王冠，被猴子追赶，这实在是太狼狈了。不过将猴子换成小福，结局也没有改变。之后的一场戏，凯姐就更惨了，她必须承受老鼠、蜘蛛、蛇的攻击。这下凯姐说什么也不拍了。飞哥安慰她，都是橡胶的。不过他没有告诉凯姐，只有蛇是，其他的都是真的。终于来到了剧情的高潮，诅咒被释放，女主人公美丽动人。这也是场感情戏，要有内心的渴望，却无法思考。总的来说，凯姐表演还是不错的，就是这魔法粉末下得太突然。接着这电风扇分力又过于强劲，然后就是撒花粉了。谁知小福弄错了纸箱。不管怎么说，总算是拍完了。凯姐看着自己狼狈模样，都被吓哭了。
了，他可不想以这副面目示人。飞哥安慰他，这只是电影粗剪，小福会将影片细化，让对白紧凑一点，再修饰声音，加滤镜效果。现在再来看一下吧，这操作可把凯姐惊呆了。这是我吗？我看起来好美。飞哥有些得意，这就是所谓的电影魔法。凯姐搂住两位弟弟，你们是一位伟大女演员最棒的兄弟。制片人包下了影院，让青少年试看，反响不错就上映，否则就 pass。刚开始播出就传来了欢呼，看样子这电影可以啊。距离电影院不远处的大楼，杜博士正向泰瑞展示年份加速终结者。只见一束光射在了婴儿身上，他立刻变成了成人。现在是时候用在奶酪上了，完美。杜博士切了一块分给泰瑞，自己去拿剩下的脆皮面包。不料桌上奶酪被泰瑞吃完了，这下可把杜博士给惹生气了。背着年份加速终结者就是一顿扫射，就连电影院也受到了波及。原本青少年们很是喜欢这部电影的，只可惜他们变老了，纷纷离开了现场。看样子这部电影砸了。飞哥倒不是很在意，不过凯姐就很生气了。原本他可以成为明星的，飞哥安慰他，最棒的那场戏他存下来了，现在就可以把它放在网站上。此时杜博士终于将泰瑞逼上了绝路，打开按钮又是一顿扫射，然后两人都变成了老年模样。杜博士很绝望，这不是我想要的结果。不过看着泰瑞变成这样，他还是很高兴的。谁知泰瑞撕掉了表面的皮，又是年轻的模样。杜博士也有样学样，然而撕掉衣服，自己仍然是老态龙钟的样子。算了，就这样吧，该上床睡觉了。再说说那一段最棒的戏，其实就凯姐最初裁编小房子的小怪手，然后说了一句超级破坏王。不过没想到这点击量涨得还是蛮惊人的。凯姐看到后直接郁闷的昏了过去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小伙伴别忘点赞、评论、关注，咱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